来啦，谁啊？兰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，啊？切，老娘们来了。谁？老娘们。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，不行吗？来，你回屋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唉，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。你看看吧。连个面都不照，就想这么离啊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他回来领离婚证。再说了，你们就这么拖着，有意思吗？我跟他爸商量过了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俩咬咬牙，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，算是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。人道主义补偿，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？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？那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？被他转移走了，就这么算了？说话得讲良心，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啊？啊，这几年你们吃的花的，哪样不是刘明挣的？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哼，现在凭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？都是他挣的吗？他刚开公司那会儿，几个大客户是靠谁给他联系的？还不是靠我爸吗？就算钱是他挣的，只要在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那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我跟你也说不着。他要是想离婚，你就让他回来，我跟他面对面的把这事儿聊清楚了再离。我英子，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？太有意思了！我原来还不知道有这么有意思呢，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。你既然来了，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，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，让他马上回来应诉，否则法院找不着人，公告送达，到时候开庭他不在，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，您可别怪我。你也真下得去手。罗英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。2万块钱呢，我已经带来了，你只要签了字呢，我就给你，否则啊，这2万也没了。签不签？为老不尊，赶紧跟我走。罗英子，我说你家教不好，还真让我说准了。你们现在还没离婚，我还是你妈，你就别逼我！你干嘛呀？这是，啊？你疯了吗你？那我先走，协议留在这儿，你再好好想想啊。给你3天时间，过了3天，这2万可就没了啊！就3天。
激情杀人，没有不在场的证人。秋华啊，下次这方面还得吃。啊，我在便利店工作。韩主任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咱是不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？然后回来再写辩护词，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啊。检方的证据有什么问题吗？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，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条，倒也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。但咱是不是应该还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？这个基本上就走个流程，司法资源是有限的，得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。你把辩护词写好给我，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。好吧。姐，我今儿在家看你那书了，怎么好多我都看不懂。看不懂。哦，是，这个法律的书啊，确实比较难看懂。这你看着呢。给我讲讲呗。你想听啊？就是这个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京北打工，他们俩还有3个孩子。但这个被告人呢，在外面找了个第三者，然后就被这第三者给缠上了，非逼着他离婚。但你想想，他这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怎么可能为第三者离婚呀？结果呀，他就把小三杀了。起诉书上是这么说的，我看证据也没问题。这个第三者呢是死在他这个出租屋里，当时啊，有人呢看到这个第三者来他家，被告人一个人在家，还有人听到他们俩吵架，而且后来的这个尸检报告上面也说，第三者在死前和这个被告人发生过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凶器是一把菜刀，这菜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。这种男的，就该给他枪毙了。姐，你怎么还替这种人辩护啊？在法院宣判之前呢，他只是嫌疑人，而我作为律师，我要保障他的合法权利，让他得到有效有力的辩护。我要以后当律师了，我就只给好人辩护。我说，我们应该先去见被告人，什么？然后再来研究辩护策略。哎呦，长本事了！韩主任，毕竟是一条人命啊。检方的证据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吗？可是我们应该去见见被告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来我还得靠你教我怎么当律师。韩主任，那个法院案被告人的妻子来了，说要见承办律师。是王大福那案子吗？啊，是。你指望他到现在可能连案卷都没看。明白了，谢谢你啊。孙女士是吧？来，您请坐，请坐。
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律师，我姓韩。韩律师，这位是罗英子。哎，罗律师啊，那个韩律师啊，那个我们家大福是被冤枉的，你可得为他好好辩护辩护。孙女士，您别着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我正好也做个笔录。哎，好，这位是我的助手秋华。好，你喝水，慢慢说。好。哎，秋华，你留下来做记录。哦，那个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那个骚货呀，虽然是死在我们家里的，但是真不是我男人杀的。哎，孙女士，在法庭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有事说事儿，别用侮辱性语言，对你丈夫不利。行，我记住了。但是大福是被冤枉的。孙女士，虽然你丈夫婚内出轨，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，这样的态度很好。如果你能够积极地对受害人做出赔偿，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，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。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！孙女士啊，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？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？可是他那个时候吧，跟我在我们老家，我们家老家呢，到这个城里有好几10公里呢，那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？您是说，案件发生的时候，您丈夫是跟您一起在您娘家？对呀，就那个骚货，不是，就那个女的啊，这不是跟他通奸嘛，我就特别生气。然后呢，头天晚上我就给他吵起来了。这一生气，我不就回娘家了吗？我打工的那个饭店，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。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，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。他到的时候吧，是3点钟，对。然后我们2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阵子话。我这不是生气吗？他叫我回来，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。然后他就自己走了。那他走的时候，4点钟，没错，就是4点钟。他到家的时候，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。你说要是他杀的，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？您看我理解对不对啊？也就是说，当时您生气，然后您爱人就去您娘家找您去了，然后后来对。孙女士，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，你把这些都说了吗？我说了呀，他不信啊。为什么不信？就说我包庇我男人，然后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，就他推翻不了，就是他们说的那个。那你说，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哎呦，韩律师，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？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，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，我们2个就。孙女士啊，你们在山上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你们吗？好像没有。那你回家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过？我哪敢说呀？就我爸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。好了，孙女士，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请你相信，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，就不留你了。再见。那个小罗，你送一下孙女士。不是那个韩律师，这还没说完呢。罗律师，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吧？孙女士，您回去再好好想想，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。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，那他就不会杀人，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。行，罗律师，那我谢谢你啊，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韩主任，我总觉得吧，这个案子有问题。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，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，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，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？你懂什么呀？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她的男人出轨不假，可是她男人还是她孩子的爹。现在那个女人死了，已经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。真遇到事儿上，她当然要护了她的男人了。
大刑事案，不要有多余的动作，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。具体到这个案子，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，被告人是激情杀人，系初犯，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。有了这几点，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。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，也算是尽到责任了。赶快去写吧，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。明天？啊，好。梅先生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活过来了。那总得活下去啊。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。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，但是还有2套房子，我要争取到手。哎，对了，韦先生，我呀接了一个法援案，然后呢写了辩护词，但第一次写，我怕写不好，请您给我把把关。刚到律所，就接到法援案了。韩主任给的，其实是我管他要的，他就给我这个了。故意杀人案，见了被告人了？没有，韩主任说先写好，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。还没见被告人，辩护词就写好了？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，而且韩主任说这个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？主要因为是韩主任说的。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，你还不如不做。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对不起，韦先生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我说你2句，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失去了对外联络，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。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，就把辩护词写好了。你们这种人啊，就根本不配做律师。活该主任。头一回见被告人吧？是。现在比以前强多了，警察不会在场，也不会录音，但是会有监控，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记录。好。咋又来了？我去。哎，先安排会见吧。韩律师啊，我找到证人了。找到了啊，对，而且还找到2个呢。就我们那个邻居，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？就那天刚好看见有男人了。啊，韩主任。就这些。啊，就这些。啊，你们都记下来了？哦，记下了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哦，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，就不留你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看看，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。这不行。不是，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，就几句话，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，别让他操心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。好，这样，这封信就留在我们这里，好吧？我们还要讨论案情，就不留你了。啊，行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各位。那个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，拜托了，谢谢啊！放心。哎，我送您啊。
罗英子啊，回来，把门关上。韩主任，如果找到了证人，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，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？把门关上。来，坐。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，是不是嘱咐过他让他寻找证人啊？是，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吗？那你想害死我呀？那学了几天法律啊？前律所就没你能了，是不是？韩主任，你什么你？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进监狱？韩主任，我不懂。你不懂。秋华，你解释给他听。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。孙小娥一心救夫，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，她肯定会找同村人帮她做伪证的。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，就答应帮她作证。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之证的。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，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那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。你想想，等他们见了警察，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？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？知道。在刑事诉讼中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威胁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、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条儿背得挺熟啊。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？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这个律所，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于大良，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。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，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，结果到了法庭上，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，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。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。于大良到了法庭上，由于脑淤血当场倒下了。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。梅大良原来叫梅琴，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。你们还年轻，记住，作为一个律师，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，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，最后才是法官。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师傅。就华看家，小楼跟我走。师傅，这个不帮着转了吗？这个要是让那个法警检查一下、看一下的话，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。那个您说，这要是给王大福看了，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绪。不行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做多余的动作。这封信秋华存档。王大福，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，我叫韩志通，他叫罗英子。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？同意。律师同志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。
把代理书让他签字。这是您的委托书，您看看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我签。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。然后，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。啊，没问题。我说律师同志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，这真跟我没关系。你记录。我承认啊，就是我跟那个钱爱莲这关系，有点不正当，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，我就不理他。就头天晚上吧，就是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吵了一架，就回娘家了。然后我正琢磨着是要不要把我老婆叫回来呢，然后这时候这钱爱莲就又找到我这儿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没禁住诱惑，然后就又睡了一回。结果这睡完以后，他就又来劲了，他又逼着说是离婚呐，又闹吧，又动手，这个挠得我这脸上身上好几个刀子。后来我也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。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就是我老婆打工的饭店就给我来电话，说我老婆这一天没上班，说再不上班就开除了。这我就吓一跳，我就赶紧就说要出门去找我老婆去。然后我是1点钟出的门，然后回来的时候7点钟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，结果后来他们非说是我杀的人，这律师同志，这你得给我做主啊！我要杀人，我干嘛？我在我自己家里杀呀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是我跟钱爱莲这事儿，我老婆是已经知道的了，我就没必要，对吧？就你那法律名词就动机嘛，我没动机啊，我没动过，我不动啊，我没动过。好。我们知道了。哎，警察问你的时候，你把这些都说了吧？这都说了。王大福，现在呢，检方认定是你杀了人，从证据上来看还是很充分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们在辩护的时候会提出来。不过依我看，这个案子辩无罪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别不可能啊！不是律。如果你认罪态度良好，真诚悔罪，积极对被害人做出赔偿，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，最后对你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。不是，律师同志，这人他真不是我杀的呀。受害人民事部分的代理人提出来，如果你家能出50万，受害者家属会出具一份谅解书。这对你的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我哪儿来的钱啊？不是咱们捋顺啊，这人不是我杀的，我干嘛要赔钱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吗？不是，想不起来了。你刚才说，你当时是1点多出的门啊，但现在没有找到你的监控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当时是怎么走的？就我们住那个地方，就城边这么一城中村，然后多数都是什么违建，你随时可能就拆的，哪来的监控啊？哎，王大福，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。你要说你没杀人，那你就要找出你没杀人的证据才可以。你可以再想一想，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，你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。不过时间要快啊。不是，律师同志，你别走啊！不是冤枉走，不是您别走啊，律师同志。文英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来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。韩主任，您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你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。他现在在被关押的状态中，
那你说谎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韩主任，你这个案子我是仔细研究过的，乍一看似乎是形成了证据链条，但是再仔细想一想，再听王大福一说，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看这王大福，他是没法证明自己出门进门的时间，但是现在警方也找不到他出门进门的监控，对吧？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王大福说的是真话呢？而且王大福的邻居说，听到他们争吵的时间是12点多，他自己说他是1点多出的门，他报警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。那在这5、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王大福和孙小娥所说的一切，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发生啊。上车。我说的都对呀，没错。开门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当事人一个比一个精，想从他们身上赚钱，这个难呐！哎呀，我的目标出现了啊！先这样，拜拜。哎，一会儿把那个案卷给我，我再看看。哦，好。小孙，你好，陈律师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找韩律师。您跟他约了吗？要不您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好的，打个电话。嘿，陈律师，哎呀，你看你为了正义还真执着啊！不一直都这样吗？韩律师，我在你所里呢，您在哪儿呢？啊，哎呦，你在我们所呀？哎呦，真不巧，真不巧。你看我在外面办事回不去，你有事吗？哦，上外边呢是吧？没事，是我不好，我本来想卡你个空呢。啊，我来你所里呢，就是想跟你顺嘴说一下，就是关于那个刘大怀呢，他故意伤害致死案啊，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了，放弃一切的民事赔偿诉求，就一个要求，必须判刘大怀死刑。哎，对不起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。你看，这样，我让我的助理去接待你，好不好？有事你先跟他谈，千万别走啊！你等着，哎。主任，你要的材料。哎，不是让你去见陈律师吗？记住啊，不能让他那边当事人放弃赔偿要求。啊，主任，可是这个什么刘大怀这案情我也不知道呀。就一故意伤害致死案，可刘大怀有钱啊，代理费就拿出不少。他那边当事人如果放弃了赔偿要求，坚决索命，咱这边跟人刘家不好交代啊。所以你去啊，一定把他得哄住了。忍住了，主任，我是怎么哄啊？好哄，对，他还代理王大福这个案子啊。这个人啊，无利不起早。王大福这个案子是所里派给他的，他肯定也就顺手一办。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个案子，所以你一定得哄住他啊，明白吗？赶快去。哎，主任，这个给您。哦，好，赶快去。哦。进。周律师您好。你好。我们韩律师在外面忙，您有什么事儿？不是冤家不聚首啊，就因为你啊，我明年车的保费要多交了，知道吧？活该，谁让你先撞我的？后边是你故意别的我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行了，咱聊正事了啊。我叫陈硕啊，美女怎么称呼？别那么轻浮，我叫罗英子。说吧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
是刘大怀的案子呀，还是王大福的案子？王大福呢？韩志聪是在所里吧？你们刚才不是一起回来的吗？我看到了，故意躲我是吗？那没办法，我就得拿刘大怀的案子调他。你是受害人的民事代理人，那你觉得这案子有疑点吗？我哪知道有没有疑点啊？刑事部分不是有公诉人的吗？我这趟来就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多赔点钱。你是一个律师啊，你连这案子有没有疑点你都不去想，你就先想着钱啊？那要不然呢？有没有疑点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负责的是民事部分啊。有疑点找警察找公诉人去。哎，我上次找老韩啊，我开的是50万，他不同意。今天我做主了，美女，40万，40万你能做主不？不是，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？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，我当事人为什么要赔你呢？那怎么着？你是觉得有疑点就要干警察的事儿，你去查案啊？我还真觉得这案子是存在合理的怀疑的。哎，你刚入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刚拿到实习律师证啊，第一个案子有问题吗？看出来了，没问题。你说的这，你说什么呢？放尊重点啊！美女，你叫我罗英子。好的，罗实习律师啊，我肯定是比你大几岁，所以呢，我给你一个忠告：刑事案子咱们得谨慎一点，合理怀疑这种话不要轻易的说出来。这样呢，我看了，尤其是卷宗，我读得很仔细，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作为双方的律师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你督促他们多赔点钱，我呢就让受害者家属赶快出谅解书，保王大福一条命，这案子就结了啊！律师的职责就算做到了。什么叫基本啊？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，基本上可以判死刑。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？不是，那还要怎么样呢？对，就这样。哎呦，那你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去翻吗？那如果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，为什么不能翻？美女，不可能。可不可能？试试才知道。法源啊，千八百块，你图什么？图什么？你这种人当然不能理解了。你挺有趣儿，你是法律人，咱们谈法律的时候，你在这跟我谈良知，你挺可爱的。行吧，那我就看着你这良知值多少钱，你这良知能给你留下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这律所吧，真的，你师傅韩志聪这样，你也这德行。你什么德行？臭屁！气死我了，没吵好。走着瞧。我刚应该骂他一句就好了。气死我了！回来了，姐，饭好了，洗手吃饭。好。你知道吗？可以吃了，姐。你不说减肥吗？我给你做的虾。姐，找啥呢？咋了？姐，姐，你这咋了？你
姐，你别扔，你要是不要，我寄回我老家，行吗？你别扔，哎。早。哎，对，等等，老韩说让你来了以后上他办公室一趟。哦，请进。韩主任，您找我？按我说的要点，赶紧起草辩护词吧，没几天了。这怎么？这个案子我看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人就是他杀的，就这样。哦。还为那法院案呢。行了，尽到责任就行了。哎，您好，我是罗英子。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我马上汇报啊，谢谢。韩主任，看守所来电话，王大福需要会见。是看守所主动来电话？是啊，昨天咱们去的时候登记我的电话。秋华，你进来一下。我有事儿，你陪罗英子跑一趟，啊，记住，只许听他说，不许表任何态，啊。抱歉啊，还麻烦你跑一趟啊，没事。不过咱俩去了也是白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实习律师是不能单独会见当事人的，咱们去了看守所肯定也不让进。那韩主任为什么让咱们去啊？他怕麻烦呗。不过开庭之前就会见这一次了，咱俩去碰个钉子就回来了。你等着，不是，对，师姐你等会儿。师傅，恐怕还给劳您大驾跑一趟。这实习律师不可以单独会见的。哎，不知道既然就回来吧，我们又不是没去。您还是跑一趟吧，没准开庭前只能见这么一回了。我这忙着呢。哦，那我是不是去了就说人犯罪嫌疑人想会见律师，但是律师不肯来，然后明知道实习律师不能单独会见，打电话啊，还是派实习律师来了呢？罗英子，长本事了啊！哎呀，我开车，咱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师姐，那韩主任我就不用去了吧？一块儿去吧。走吧，师姐。你在这儿等着。然后我想起一事儿来，就是我当时出门的时候，正好碰见我那隔壁那邻居老牛，他跟我关系还不错，他是拉黑车的。就他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我还给过他100块钱，所以这老牛看见我就说捎我一段。哎，好嘞。哟，鹏哥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没急了，走了。哦嘞，鹏哥您就好您那。后来我就觉得吧，我怕回来我在车上影响人家拉生意，我就说就撒了个谎，我说我就到了，我就提前下来了。下车之后我就往我老婆家走。公路边上停了一个翻斗车，那车底下有人修车呢。然后我路过的时候，他让我帮着拿个扳手，我就顺手就给他了。是这个吗？哎，是这个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
然后正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跟老婆咋解释脸上的伤，我就一边琢磨一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就聊了几句。那个时候应该是2点多，哎，就那个修车那师傅，他能帮我证明我那时候在哪儿。他叫什么呀？哪里的呀？这个不知道，因为就偶然遇见的，也没问。那车牌呢？哟，这我还真没注意。他后来从车底下出来，然后我们还换了根烟，就聊了几句，我就走了啊。这车牌还真没注意。那老牛可以为你作证啊？哎呦这，要不怎么说倒霉呢？我回家的时候啊，就看着老牛家门口围了一堆人，我就上去就问，结果才知道这老牛他不是拉黑车吗？正好下午碰着查黑车的了，他开车就跑，这一不留神吧，就连人带车就从桥上就翻到那河沟里去了，就人就给淹死了。王大夫，还有吗？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从我老婆家出来的时候吧，大概是4点多，我就听那个山下路边上有人吹唢呐，就还是一首老曲子，叫《抬花轿》。那吹唢呐的人你看到了吗？那没有，那距离还挺远的。哎，那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我老婆呀，那我老婆她那应该也是能听见这唢呐声的，你可以问我老婆。王大夫。王大夫，对方提出来，如果你家能够赔偿对方家里50万，对方家里就可以拿出谅解书。有了这份谅解书，你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。你家能出吗？韩律师，这人他不是我杀的，我凭什么赔呀？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不是，哎，不，这件事儿我们可告知你了。啊，是，不是，走吧。是，不是怎么又走了？不是律师，韩律师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。不是罗律师，你去查查这事儿，一查就清楚了。这人真不是我杀的，我冤枉啊！那个，我要出去见个客户，你们俩自己回去吧。啊，师傅，那个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，您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去问问王大福老婆，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个唢呐声？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啊？秋华，你告诉他。别问，一问肯定听见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没办法，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可辩的。当然，你可以把疑点提出来，法庭也不会采纳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个案子他能得一个不被立即执行，就已经算捡便宜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行，你们回去吧。师姐，你听听他说的，就这么当律师啊？韩主任一直都是这么当律师的。可是咱们是不是也给为当事人的利益负责啊？他今天能陪你跑这一趟，已经很负责任了。走吧。跟他是垂死挣扎，想利用律师给他拖延时间，能拖1天是1天。他说的那些，压根儿不要在辩护词里提。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下周1，你把那个辩护词写好交给我，还有6天，去吧。韩主任，不是我固执啊，我就是总觉得这王大福不像是在骗咱们。您说他撒什么谎不行，他非给说这些不靠谱的，难道他不知道咱们要查不到就没用了吗？人在绝望的时候，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。他如果说一个靠谱的，我们一查没有，他不就白说了吗？他知道我们查不到，我们如果相信他，就会申请延期，不停的调查，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当事人想要糊弄律师，办法多的是，学着点吧，啊。韩主任，那个
您刚刚也说还有1周，要不然就拿这1周的时间再让我去查查呗。你还真固执啊！哎，我就是心里总是不踏实，我觉得他不像是在骗咱们。行行，想查就查去吧。哎，不，1周不行啊，只有6天。哎，对不，你还得给我剩下1天时间修改你写的辩护词，所以你只有5天，明白吗？谢谢你。还要查啊？查。一个吹唢呐的，一个翻斗车。哎呦，这让我到哪儿找去啊？这。喂，您好。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单独接案子。师姐，我有事找你，你能出来一下啊？妈，我先忙了，回头再给你打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师姐，我遇到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找谁，我就想到你了，你能帮我吗？你说，简单的说就是，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，一起偷偷的跑了，他们俩一起跑到美国去了。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？对，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，可刚才我刚知道，他在外面借了债。啊？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。债主是谁啊？是一个快捷贷，是私人贷。他们跟我说，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，然后一直还着利息。后来他跑了，就再也没还了。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。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，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。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，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。也就是说，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，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，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，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。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。就算有，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当时哪知道，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。那你现在有钱还吗？私人贷可是1天1个样。没有，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。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？师姐，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儿，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，我不想丢，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，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。师姐，你能帮我跑一下吗？刚到这个律所来，我跟谁也都不熟，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。如果你愿意帮我跑，我就去跟韩主任说，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。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？ 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，那我也就死心了。师姐，行吗？行，
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，对吧？对。请律师了吗？哎呀，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，带我一个，行吗？但师姐，我必须要实话实讲。我身上没钱了，我需要的是案子。行，成交。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，到时候我去跑。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，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。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。红树就这一条命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谢谢你啊，师姐。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？这你就别管了，这就是我的事儿了。那我走了。你不回去啊？你先进去吧，我想喘口气儿。你别着急啊。不许哭，不许哭，不能哭。刘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？你又来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？刘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？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害我？他的事你问他去，我们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他在外面借了多少？不知道。爸，你告诉我借了多少？别问他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，我联系他。没他的联系方式。他是你亲儿子，你能没有？如果你们不说，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的了。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，我是没有见过，他1分没往家里拿，我还不着。哦，刘明就算是借钱，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为了我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？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？刘明不赌不嫖，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，为了你们这个家吗？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？他不赌不嫖，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？啊，那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？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？这话你别跟我们说，跟讨债的说去啊！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，已经催债了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。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，你们要为自己考虑，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，管谁借的，我心里有个数，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。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，你就不后悔是吧？我后悔什么？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帚星，要不是为了你，他也不会抛家舍业的跑到国外去。有本事你就到国外找他去，找他去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喂，哪位？罗英子女士吧？我再提醒您一遍啊，您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，之前跟您说的80万，我们还会再核算一遍的，希望您尽快还钱。滚蛋！谁借你钱管谁要去？刘明已经跑了，听见了吗？王八蛋已经跑了。大爷，我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是前面这村子的吧？是。啊，您知不知道去年7月份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？不知道，还真不知道，没听说。那有没有古乐班子啊？这附近我想找一个吹唢呐的。喂，师姐，找什么线索了吗？喂，陆英子，没有呢，我正在找。我就是突然想起你的事儿，我想给你提个醒，也不知道有用没用。你说。
就是那些私人贷公司，他们为了要债，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，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闹到所里去。如果你现在联系不上你丈夫的话，我建议你先弄清楚那些公司的情况，看看在法律上能不能抓住他们什么把柄。师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个，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这个公司了，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，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，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，曾经闹出过事儿了。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。我想着，毕竟我们之前也好过，所以就……王良，你帮着他骗了这姐姐？不是，我当初就以为单纯的帮她找个工作。我想着她自己一个姑娘在京北，还得租房，挺不容易的。姐姐，真对不起啊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们家王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事王良早就跟我说过，王良还说，幸好跟他分得早。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倒是有她微信，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联系过。你打开他微信，给他视频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这事儿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听姐姐的。都给我拉黑了。爸，我儿子和你分手了，以后你不用叫我妈了。妈，这法律上不是还没分吗？就算是刘明不想跟我过了，那他也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？我们那公司之前一直代理着华鼎，这每年的流水也给有上千万了，他就居然一分都没给我留下吗？你别问我呀，什么一年流水上千万啊？哪有啊？啊？爸，他切断了一切跟我的联系方式，我联系不上他。您能让他回来吗？我们去民政局把这手续办了，他也好名正言顺的跟那女孩结婚啊。我们也没他的联系方式。妈，我一起生活这么久了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你只要让他回来，这一切都好商量。我说过了，你和刘明没什么关系了，以后啊，你也不用再来了。妈，您就不能给我转告一下吗？兰兰，送客。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兰兰，你到楼下找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兰兰，哎，姐，兰兰，谢谢你能出来啊。没事儿，姐，你等一下，我扔个垃圾。姐，您叫他们给害了。你在这家也干了有段日子了，你看到过、听到过什么吗？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但我见过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跟着姐夫回来过几次。他们一说些什么吧，老娘们就把我支开，不让我听。上个月您回来，我不还提醒过您吗？所以那一次你跟我说看进门就是这件事儿。是啊。哎呀，我真是没反应过来。
我太傻了。老娘们对我不好，每次都是姐你替我说话。姐你的事儿，我这……兰兰，我现在有个事儿，需要你给我帮忙。你说。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其实是我的，房产证和购房手续，本来都在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里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2套房子的房产本和购房手续全都不见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被刘明拿走了。但我想他应该不会拿到国外去，因为拿出去对他来说也没有用，所以我认为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。你看你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，能不能留意帮我看一看？如果能找到的话，你能帮我拿出来吗？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，前些日子姐夫回来是往家拿了一个小包回来，我回去找找啊。谢谢你，兰兰。但是吧，你说吧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就如果这事儿我干了吧，这家我可能就没法待了。但也没事儿，我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，到时候你要是帮我拿出来了，你就别在这家干了，去我那儿干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行。咱们工资就还……工资先不说，我先把事儿给你干了啊！我先回去，你那个等我信。谢谢你，兰兰。喂，妈，我这上班呢，干嘛呀？我知道，您别催了，这个月还没发工资呢，我发了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转过去的。你别催了啊，我先忙了，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。小修，您最近手头上有案子吗？对啊，最近还挺忙的呢。哦，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，其实我想自己试一试，然后韩主任说想让我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。秋华，韩主任快递到了。哦，你给我就行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韩主任，韩主任，您给我的案卷我都看完了，给您交作业来了。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刚到律所就缺勤啊？这几个案子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去借阅了一些资料吧。当然，我家里也是出了点事儿，所以就耽搁了。对不起啊，主任，我下次多注意。拿来。我做了一些笔记，按照自己的理解，然后结合主任办案的思路，做了辩护思路的总结。韩主任，您多指正。这几个案子你都看完了？看完了。还是在主任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呢。最大的体会就是法律不只是法律条文，更多的是实战经验。不错，不错。别的年轻律师多少年都没悟出来的道理，你几天就悟到了。以后跟着师傅好好干，我手把手教。那主任，您看你能让我跟着您办具体的案子吗？你才来几天啊，就想自己办案？不是，主要还是想跟着师傅多学点东西。而且我就现在这底薪，我确实是养不活自己。主任，师傅，您要不就给我个案子让我试试看呗？您带我，要是能挣到代理费，您拿大头，多少给我点就行。你可真急啊！
王大福故意杀人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，太感谢您了。那我赶紧去看，谢谢您啊。好，那主任我把门给您带上了啊。好。您忙。哎，师姐，那个，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开庭时间吗？他把这个案子给你了啊？对，再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全部资料，行吗？哦。谁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的准备工作？韩主任说了吗？没有，他就说把这案子给我个人了。你一个人做？啊。对了，师姐。就韩主任平时这种案子，他这代理费怎么收啊？这是法律援助中心下派的法援案，没有代理费，只有1100块的补助。啊？那连油钱都不够啊！所以啊，只有这种案子他才会交给年轻的律师。不过也有年轻的律师通过这样的案子独立出来的。那也行，反正有案子就行呗。这个案子是5月14号开庭，还有10天了，时间挺紧的。师姐，我借一个笔一下。5月14，10天。罗英子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这个案子。啊，就不麻烦你了，你忙吧。那个韩主任说啊，让我就是写一份辩护意见，我能行的。行，我这儿资料不全，我一会儿找韩主任要完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行，那就谢谢你了，师姐。没事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。韩主任，有事儿？您把王大福那个案子交给新来的罗英子吧，他刚才来管我要资料。那小罗刚来律所，急着表现。他刚刚来，业务上很多事情都不熟悉，要不我跟他一起做吧？耽误功夫，你让他自己折腾去吧，没事啊。不是，您放心，把一个案子单独交给一个新人来做呀。证据不是闭环了吗？他就走个形式，写个辩护意见。不是，韩主任，为什么呀？您之前不是答应我让我来做这个案子吗？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？为了律师考核是吧？就做一个案子，他根本不够转职业的资格，不会影响到你的，放心啊。再说你也知道，他是梅大良介绍来的，我总得有个表示吧。都是有背景的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能怎么办？秋华，你放心，跟着我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，韩主任。跑挺快。这2天吧，我就一直琢磨这事儿。刘明这事儿，我们是不是干的有点不地道啊？怎么了？罗英子除了性格有点要强之外，别的哪儿都挺好，而且对刘明也很不错。哎，你就能保证现在他找的那个温丽，就能比罗英子强啊？就现在刘明干的那些事儿，凭刘明的智商，他能想得出来？不管怎么着，人家温丽拿我当个妈吧。原来在罗英子眼里，我这个妈算什么呀？快走了，快走了！可你别忘了，这罗英子可不是善茬儿，她要一旦认真起来，恐怕你……她不是善茬，她有本事去美国找刘明啊！快走了，来啦，看好家啊！那个姓罗的要是再来，不许给他开门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
上马上马。好，怎么样？我不能不老徐的。哎，还有一个呢。卷宗都在这里了。还有电子版的，内部邮箱你查收一下。谢谢师姐。啊，没事，别客气。谢谢。这个案子的所有卷宗我都看过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师姐。你听不出来？秋华想参与这案子。什么？我之前听人说过，秋华特意找老韩要的这案子，老韩都没给，最后给了你。我不知道啊，而且韩主任就是让我写下这个案子的辩护思路，这一个辩护思路还需要2个人写。没事儿，秋华跟着老韩还能去案子不成？你忙你的，不用打听。什么呀？兰兰，姐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这不着急吗？你要的东西。可以啊，兰兰。哎，他怎么就一套呢？我把他们家都翻遍了，就只找出来这一本。奇怪了，另外一套藏哪儿了呢？反正无论如何，兰兰你帮了我大忙了。哎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你明天就跟他们辞工，但你别说是来我这儿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辞工，东西我都带过来了，我就怕来晚了，这房产证送不到你这儿。行，懂了，走，跟姐回家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是老家让我回去的，让我回家相亲去。那老太婆就说：“哼，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，也没提前通知我们，这个月的钱我们不给。”我气得抄起桌上烟灰缸，我就站到电视机旁边了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不给我这个月的工资，我就砸了你们家电视。”那老头一听，立刻慌了，赶紧说：“哎呀，你跟个小保姆计较什么呀？赶紧把钱给他，让他走吧。”所以说，姐，对付这种坏人，你就得比他们更坏才行。姐，你先吃着，我还有个凉拌菜。哎，不，兰兰，咱家就咱俩人，吃不了那么多，你快过来，咱一起吃。不用，姐你先吃，我马上好。你吃完我再吃。不是，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啊，快盛饭。不好吧？我在他们家从来不让我上桌。他们家干过人事吗？盛饭，快吃。
兰兰，嗯，我知道你之前照顾他们俩1个月6000，但是我这边吧，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可能给不了这么多。姐，我来你这儿呢，图的不是钱，图的是姐你这个人。姐你有你就多给我2个，没有就少给，实在没有，这不还有口饭呢吗？谢谢你啊，兰兰。哎，姐，律师好干吗？听说律师赚可多了。谁说的？网上说的。哼，光看谁吃肉，没见谁挨打。反正挣不挣钱，我还没感悟到，挺能吃苦，我是知道了。姐，那你看啊，我跟着你学法律行吗？兰兰，你原来读书读到哪一步啊？中专。什么专业？美容美发，行吗？其实这个法律吧，学起来还挺不好学的。你要真想学点什么呢？我看你要不就继续进修美容美发，想找什么学校我帮你。姐，我就喜欢法律，这现在美容美发也不好干呀，好干我也不来当保姆是吧？你不用帮我，屋里那些书，你不在的时候我看看，行吗？行啊，怎么不行啊？我去开门啊，姐，你先吃。来啦。